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心里却闷得慌？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就能让你翻来覆去，难以释怀。有时候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到底是别人伤害了你，还是你放不下的那个受伤的自己。我见过太多人的痛苦，并非来自现实，而是来自对现实的解释。不是事情本身让你痛苦，而是你心里那道关迟迟迈不过去。记住这句话，你越在意的东西，越容易变成你的枷锁。你抓得越紧，生活就越跟你较劲。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曾被贬谪到贵州龙场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那时的他仕途受挫，前路未卜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按理说，这是最容易内耗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我？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但王阳明没有，他在那个荒凉的山洞里悟出了心集里的千古真理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外界的风雨终究只是人生这条船上的浪花，真正决定你能否稳住航向的，是你这艘船的内核，你的心。当你内心风平浪静，别人扔来的石头泛不起什么波澜。但如果你内心本就翻涌，哪怕一滴水也能掀起惊涛骇浪。我常说，你接纳什么，什么就淡了；你反抗什么，什么就强大了。这不是空洞的哲理，这是你与自己相处的真相。你越排斥什么，就越容易被它困住；你越抗拒一个情绪，这个情绪就越会黏着你不放。情绪是用来接纳的，不是用来打压的；困境是用来穿越的，不是用来对抗的。如果你能真正听懂这句话，人生会活得更明白，更松弛。因为你终于知道，生活从来不是要你去赢，而是要你学会放下。我见过很多人穷极一生都在做一件事，试图改变别人，说服世界，却唯独忘了真正的敌人是自己的执念。你以为在和外界较劲，其实是在和自己拔河。你把全部时间、情绪、注意力都投在为什么他那么对我，他凭什么上，最后换来的只是精疲力竭，一场空。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，从来不是遇到了谁，经历了什么，而是你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。世界是什么样，不在于你看到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怎么看它。你怎么看一个人，他就在你心里成了哪种人；你怎么看一件事，它就在你认知里变得那么难，或者那么轻。有个很真实的比喻，如果有人骂了你一句，你心里记了一天，就等于他在你心里骂了你一天；如果你记了一年，他就在你心里扎根了一年；如果你记了一辈子，他就控制了你的一生。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很可怕？你以为早就离开了那个让你受伤的人，但你并没有离开自己对那段经历的执着，而那个执着反而成了你给自己的长期折磨。你在意什么，什么就折磨你；你计较什么，什么就困扰你。因为所有让你受苦的，并不是别人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在心里反复回放，放不下，想不通。我曾接待过一个35岁的小学老师，学生喜欢他，同事夸他温柔有责任心，但他每次来咨询的第一句话永远是：老师，我好累，我是不是哪做错了？有一次，因为一个学生家长误解他，批评孩子严厉，在群里说了2句重话。他连夜反复阅读家长发的每句话，连标点都在琢磨，这个N是不是表示不满？一晚上睡不着，第2天主动给家长道歉。事实上，家长早就不记得那点小事了，孩子也说没事，但这个老师依然沉浸在我是不是给别人添麻烦了的痛苦里。他说，我明明尽力了，可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。明明是班里最尽责的老师，但依然觉得是不是还不够温柔，做得不够多。他不敢出错，更不敢懈怠，不敢拒绝，因为他觉得一旦放松，就不值得被喜欢。你看，他的内耗根本不是因为他不好，而是他不肯放过自己。用了半年时间，
我们才慢慢帮他从自我指责回到真实生活。他开始学会把我尽力了当成有力量的肯定，而不是带歉意的补偿。很多人都像他一样，不是做不好，而是太害怕做错；不是没人支持，而是太怕被误解；不是不优秀，而是从来没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。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过，人最深的痛苦就是活成了虚假的自我。这个虚假的自我，就是你太想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人，却不敢面对那个真实、脆弱、有瑕疵的自己。你总拿自己和别人比，看到别人一进公司就升职，一发朋友圈就晒幸福，不自觉低头看自己，仿佛哪都不够。可你忘了，你看到的只是别人的高光时刻，而你盯着的是自己放大镜下的细节。记住这句话：抬头会自卑，低头会自得。只有平视才能看清真实生活的样子。我们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，但人这一辈子，最重要的不是做到完美，而是接纳不完美。真正的自由，从来不是你比别人强了多少，而是你终于敢做真实的自己，不再讨好，不再伪装，不再为别人的期待而活。任何人，任何事，4个字：尽力就好。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。让我们累的，并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要求，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苛刻。一件小事，别人早就忘了，你还在懊恼；一句评价，别人随口一说，你却记到深夜；一个决定，别人潇洒转身，你却反复斟酌，悔恨不已。在别人眼中云淡风轻，内心却波涛汹涌。外表平静如水，心里却自责、焦虑、内耗不断。真正困住我们的，不是生活的难题，不是他人的目光，而是自己始终不肯放过自己。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，后悔是用无法改变的过去摧残自己，忧虑是用还没发生的未来惊吓自己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攻击自己，孤独是自己造了一间没人敢靠近的心房，把自己锁了进去。我们总在过去的遗憾里徘徊，在未来的不确定里焦虑，却忘了唯一真正能改变的，只有当下这个正在呼吸的瞬间。苏轼被贬黄州时，写下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强大不是压住情绪，而是看见它，拥抱它，然后松手。你的不完美从来不是你的原罪，你的情绪波动也不代表你的脆弱，而是你有一颗还在跳动的心。别把每个反应都当成失败，也别把每次自责都当成成长。你真正该做的不是更完美，而是更慈悲，对自己多一点温柔。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太不愿意放过那个曾经跌倒的自己。庄子说：智人无极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真正的高手都懂得与自己和解，他们明白，计较的越多，失去的越多。你若平和，无人可恨；你若不纠，无人可扰。执于一念，困于一念，一念放下，万般从容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你挣脱了多少人和事，而是你放下了多少执念和不甘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你不再痛苦，而是你知道痛苦不必抗争，只需陪伴。你终于开始允许自己不完美，不解释，不讨好，只是安安静静地活成一个稳稳的自己。人生真正的修行，从来不是外在有多风光，而是内在有多松弛。不是你征服了多少人和事，而是你终于不再和自己较劲。你开始明白，不是所有回应都值得纠缠，不是所有误解都需要解释。你越宽容，世界便越温柔；你越看淡，心就越自由。愿你从今天开始放下过去的执念，看清当下的真实，勇敢活出自己的样子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为难自己，而是在混乱中也能温柔地照顾自己。
愿你终于不再与自我为敌，而是学会自我和解。愿你越来越温柔，也越来越自由。记住，千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的唤醒。如果有一个点能唤醒你，你的生命就会被点燃，那就是真正的心理健康。